一切的火焰都曾来源于斯，一切的光亮都曾来源于斯。早在西木兰卡时期，我们便开始了对纳塔地图的探讨与展望，同时对原神地图创作的方向进行了种种推演。上期视频恰逢纳塔开国之际，我们与大家共同剖析了如何通过地图设计与叙事手法为玩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探索体验。而在后续版本中，奥奇卡纳塔则将极致的纵向地图开发与游玩机制相融合，不乏有原神地图设计集大成者的高度评价。如今图兰大火山作为纳塔时装以来最受瞩目的地图之一，仅凭寥寥数语的背景描述便引发了玩家的无限遐想。在这座标志性的地标上，我们能否窥见制作组在开放世界设计上的新尝试？其中又是否蕴含着地图设计哲学上的全新突破呢？本期视频我们将由浅入深地从生态、交互、流程3个层面出发，完成对火山地图的逐级拆解，挖掘其背后的顶层设计，探索原神在开放世界道路上的演进方向。火山作为一种充满力量感的自然奇观，总能以其独特的视觉张力和冲击力令玩家心生敬畏与震撼。而制作组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巧妙的生态构建，打造出一个真实且动态的世界。对于原神来说，每个区域都拥有各具特色的地理环境，设计时自然会融入特定的生态风物。此次的地图更新亦不例外，从夹杂着火星的空气到岩浆旁高温炙烤的焦土，所谓生态风物包括但不限于基础环境效果、动植物群落、自然事件等，甚至是生物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化处理。火山特有的生物群体不仅在外观造型上体现出环境适应性，其行为模式也因环境变化而灵活调整。在喷发期间，一些动物会本能的躲避，甚至在极端条件下进行迁徙。这种动态表现无疑让生态的构建更加真实立体。这种细腻的生态表达令人联想到沃路之邦的结构布局，嵌入在陷坑中的巨型牛角状建筑，火山灰滋养下的位于山体向阳面的种植园，地热喷口密集区的火山温泉，以及散布各处的以紫绿色为主色调的营地。这些建筑不仅构成了生态的一部分，更作为火山周边重要节点的存在，串联起主次兴趣点。所谓兴趣点，通常指设计上具备吸引玩家注意、富有互动性或游戏性的区域或地标，或是例如紫色疾风龙、生物火雨、尼斯湖水怪等彩蛋事件，是玩家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重要导航标识和互动触发点，不仅提升了地图的层次感，也极大丰富了玩家的游戏体验。在安饶之野以及远古圣山区域中，有一种新的大家伙，他们活动在密园遗迹附近，既构成了遗迹生态，也承载着更多的游戏核心内容。没错，就是密园龙象。这些龙象不仅是类似场景角蜥一样大部分时间如背景般的存在，也不仅是一个具有单一标签的敌人怪物，而是集合了载具、谜题、流程引导甚至战斗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的新事物。这是以往我们在原神当中未曾见到过的。回顾游戏上线至今，我们早已对引导探索的仙灵习以为常，而谜题以固定的方式出现在特定的地点，也是旅途中的家常便饭。往近一些，枫丹的巡轨船为我们带来固定路线的自动载具，而在火山区域，制作组似乎在尝试一种将它们有机结合的新形式，密园龙象由此而生。在后面关于交互探讨的部分，我们将继续围绕密园龙象在地图的游玩探索方面所赋予的功能。开放世界地图的生态向内容设计，本质上是围绕世界自洽性与玩家探索体验展开的复杂系统构建，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动态平衡的内容分布以及自然引导的探索逻辑等，塑造一个既能激发玩家好奇心，又能通过隐性规则维持秩序的游戏世界，让玩家在自由的探索中始终感受到世界的呼吸与脉搏。火山的案例证明，当环境本身成为叙事与玩法的载体时，开放世界的魅力将实现一次从广度到深度的升维。上期视频我们提到，
优秀的环境叙事是剧情演绎的基底，精细的场景细节与符号化设计构建出充满对比与层次的虚拟世界。再次提到环境叙事，我们想引入氛围营造和元素重构的概念。首先，氛围营造通过渲染打造体验场。想要直面火山口，需攀登至天火之冠的高点，那是进入火山的必经之路。拨开迷雾，看到浓烟滚滚的火山口屹立于云海之上，直冲金光照耀的云霄。设计者利用动态加载机制和基于玩家高度坐标的阈值检测系统，实现了场景间的无缝切换。类似的体验还有乘太空电梯从奥奇卡纳塔升至天蛇船，乘天轴从远古圣山降至龙居地，都是采用了2套渲染。通过渲染构建出叙事框架，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更加宏大的叙事，深化特定区域需要的主题表达与艺术性。环境叙事的分层表达，让玩家在穿越时体验到从紧张刺激到庄严肃穆的情感变化。这种由内而外的氛围转换，在垂直维度的探索上强化了叙事层次，也让玩家仿佛在一步步揭开区域的神秘面纱。其次，元素重构通过反差呈现世界观。自纳塔时装以来，游戏中的地图元素便不断挑战着人们对火之国度的刻板印象。从天蛇船的一瞥到火山下圣城图兰的恢宏展现，我们再次从不同的角度被刷新了认知。我们的记忆从日月前世开始便不断被种下标签。龙族作为提瓦特的原住民，被恐怖大王所统治，掌握着蛮荒之力，代表着自然与原始，似乎与极度发达的科技文明无法沾边。然而，纳塔地图中星罗棋布的秘园机关却又在不断明示我们，龙族科技的发展似乎早已超越了我们的想象。直至点亮圣城的瞬间，龙族文明的余晖以具象的方式在我们眼前展开。穹顶呈现虚假的破碎天空，秘园龙像与青铜号角交织出超越提瓦特现有认知的科技图腾。这种视觉反差可以做2种解读，其一是原始生态与精密文明的碰撞，火山表层以燃素喷发、熔岩灰龙像等生态要素渲染粗犷壮丽的生态，而圣城内部则布满燃素驱动的升降平台、悬浮光轨与龙仆智能向导等，暗示着古龙文明对能量转化与机械自动化的深度掌控。其二是符号化叙事的空间重构，沃路之邦部族与圣城秘园形成镜像对照，前者象征人类对力量的原始崇拜，后者则通过眷光明印传递古龙文明对燃素能量的掌握。玩家由部族一路攀升，经由天火之冠跃入火山口，最终点亮圣城的穹顶，完成了从蛮荒到超维文明的认知颠覆。环境叙事是桥梁，连接着玩家的感官体验与世界的生存逻辑。此刻，那震颤灵魂的历史真相，也许早在环境叙事的脉络里悄然生根。受地脉影响，火山的状态极不稳定，频繁进入喷吐时期，也就是火山喷发。滚石与熔岩狂舞的瞬间，落石与火雨染红了天际线。火山喷发是这次地图更新的亮点之一，展现出极强的交互性。环境交互是开放世界游戏的核心机制，在原神中的运用也历经数次迭代。我们大致总结为3个阶段。初级阶段，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早期地图设计中，玩家只能对被规定为采集物的对象进行单向交互，如蒙德蒲公英需要风元素吹拂，璃月岩造物需要击碎来获得宝箱，包括元素方碑的设计。这种互动是单向的，是永远以玩家为发起方产生的单向交互。这些交互本质上都是设计师预设的锁，玩家只是按部就班地执行固定操作的开锁者，是机械式的。在这个阶段，开放世界的环境并不反过来对玩家造成影响。终极阶段，沉浸的舞台体验。当屏幕边缘泛起冰蓝色警告，开放世界第一次拥有了话语权。雪山的寒冷之系统，或是青睐岛的雷暴，环境开始具备物理属性。在特定区域范围内，无需玩家的触发，
持续施加生存压力，改变玩家的行动轨迹。当玩家在层岩巨渊的黑暗中点亮流明石，或踏入千壑沙地的沙暴漩涡，环境开始展现其威慑力。这类视觉化威胁基于玩法构建了沉浸式舞台，玩家与环境的互动达到了观众层面，却仍困在设计者划定的舞台范围内。这依然是一种低层次的环境反作用于玩家，这种影响是恒定且单调的，缺乏动态变化带来的叙事张力。高级阶段，动态交互的叙事场。火山喷发撕开了传统设计的幕布，其革命性在于该事件不受玩家行为或区域限制，遵循独立演算的生态逻辑。落实轨迹不是预设动画，而会实时根据地形动态变化，且能影响环境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如对玩家和生物造成击退伤害，构成连锁生态反应，让玩家时刻处于环境叙事场中。这种双向对话机制使环境从布景升格为具有生命力的叙事主体。每次火山喷发都是不可复制的生态事件。当然，可能火山喷发的具体实现方法还没那么智能，比如滚石与受惊吓的动物只是在玩家周边一定范围内生成，再比如火山喷发的触发机制可能也不完全随机，做了很多区域性判定，在某些特定区域的触发概率极高。但这是一扇实验性的大门，为开放世界的充实提供了一个真实维度。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未来是否会出现更夸张的生态事件，比如板块运动对地形的重塑，极昼极夜对生态的影响，寒潮或者暴风雪等极端气候以全新的玩法机制登场，甚至生物种群能够更加智能，再至环境也具备学习适应能力，都充满了无限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火山区域中，探索流程设计也正迎来一场深刻的革新，从传统的静态交互逐步转向充满变化的开放式探索。我们重点聚焦于进山古道处的长流程关卡，其通过多层嵌套的龙象交互机制，实现了从单一解谜到动态地形演化的突破性尝试，将传统探索中割裂的战斗、宝箱收集、机关解谜整合为连续的行为闭环。这场短途旅程始于玩家在岩浆湖中央激活蜜源龙象的一刻。接下来，这个流程遵循唤醒龙象、地形重塑、洞穴穿行、屏障突破的逻辑链依次展开，每一步都充满变数与惊喜，一改过去刻板重复的探索模式。随着龙象击碎地表的岩壁，开辟出通向深层洞穴的道路，传统固定场景的桎梏在此打破，玩家通过交互获得了更多的探索空间，且依旧身处一个不断演变的探索环境。在上个章节，我们提到了蜜源龙象作为新型生态风物，将多功能有机结合，其既充当载具，为玩家指引出一条贯穿全局的线性路径，化身仙灵，辅助玩家发掘隐藏奖励。更重要的是，担任隐性叙事者的角色，推动故事情节深入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操作，玩家最终在龙象的引导下破碎冲撞岩，抵达洞穴底层。我们才知道有一只蜜源龙仆正在等待救援。此刻的龙象似乎又被注入了生命，成为灵动的故事主角。成功救出龙仆，获得奖励，意味着探索迎来尾声。系统并未采用传统的锚点强制位移，而是继续通过龙象攀爬通道重返地面。这种去传送化的路径机制最初运用在枫丹大型支线任务的洋流，而在进山古道这一小型兴趣点中也做了类似的设计。这与纳塔地图强调的连贯探索体验形成呼应。联想到上文提到的场景动态加载机制，我们有理由期待原神将逐步突破传送加载的边界，带来更加流畅自然的探索体验。除了流程设计的革新，
我们也能窥见奖励机制的转变。传统的宝箱排布往往各自独立，散落于地图各处，或被刻意隐藏。例如龙脊雪山的宝箱数量甚至超出了安饶之野与远古圣山的总和，迫使玩家进行扫地式的探索。可能原神早期的奖励设计相对保守和不成熟，游戏依赖极高的内容密度延长玩家的游玩时间。而在现阶段的设计中，不仅宝箱密度得到了优化，同时融入更多的大型关卡与剧情元素，使宝箱成为地图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场景变化与视觉表现相互串联，形成连贯的探索路径。从技术累积的角度来看，原神在多个版本中已经成功验证了动态地图的可行性。无论是到期青睐岛上浮空岩石的物理重组，还是金苹果群岛中山体的完全重构，均通过玩家触发一定的剧本事件，实现区域地貌的阶段性改变。而此次冲撞岩的尝试，则将剧本事件从地貌变化的触发条件中剥离，转而让玩家的主动行为与大世界元素直接产生互动，从而引发地貌的改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版本中岩浆凝固与岩壁破坏仍属于有限状态的地形重塑，其本质仍是预先设计的局部物品破坏，但该机制也让我们可以对未来更大规模的即时地形改变做出一定的展望。我们期待未来原神能继续朝着一个真实动态演变，由玩家自主行为驱动的大世界迈进。前面2个层面中，我们从整体生态和内容交互的角度，初步拆解了火山区域的设计思路。在最后的环节里，让我们进一步聚焦于关卡引导与任务流程，从玩家动线出发，探讨如何在开放世界中巧妙平衡自由探索与主线推进。本章节将会结合图示呈现。要做关卡拆解，首先让我们定义几个概念。红色图例代表核心区域节点及核心动线，黄色图例代表重要区域节点及支线路径，蓝色图例代表主次兴趣点，绿色图例代表世界任务节点。以安饶之野自动解锁的第一个传送锚点为起点，玩家此时的目标点是点亮7天神像，于是沿着道路行进。在出入新区域的动线上，设计者重点围绕基于沃路之邦的冲撞能力，通过关卡设计对玩家进行隐形教学。玩家可以依次接触到魂附突角龙、击碎冲撞岩，利用地形差进行冲刺飞跃，采集流灵石、驱速之环、挑逗换血灵等诸多互动要素。可以说，在点亮神像之前，我们已经无意识地掌握了新区域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常识和技能。点亮7天神像，解锁地图，我们把目光放置整座火山，以道路为引，可以发现整体上核心动线呈双环结构，且3处地表2级地名作为核心区域节点，覆盖了双环交织处。火山口烟雾及天火之关成为了环线中心的强引导型地标，吸引玩家寻找通路。紧贴环线外围附有重要区域节点，即径山古道与火山温泉。这些节点通常是较大型的探索区域，在地图上较为显眼，或是有分层地图，安排有世界任务或突发事件。玩家在核心动线上被吸引至支线路径，完成探索后，最终回归核心动线，以形成闭环，达成了最大化的空间效能，以覆盖更多的探索内容，避免玩家重复折返。任务后自动归位的设计也降低了玩家的决策压力，在连贯的探索中踏足更多区域。拆解继续，标注出重要兴趣点，包括地方传奇、彩蛋事件等。我们还能看到2处勇士竞速挑战分布在火山外环，这些元素通常游离于核心动线之外，通过隐藏内容给玩家带来意外发现的惊喜感，更适合自由探索或2周目，增强重复游玩的可探索性。玩家需要进入火山口，设计者也需要引导玩家进入火山口。于是在沃路之邦，
玩家能通过前置任务得知，能够自由选择另外2处核心区域节点，完成相应的世界任务，以解锁通往火山口的游戏灵道。多入口的任务网络，我们早在枫丹水仙的安世界任务见过。然而，这次火山的前置任务设计则更进一步，玩家就算跳过了沃路之邦的任务接取，也能直接前往2处节点推进任务进程。在石火坠陨处节点，玩家能自由选择是先探索遗迹，还是先与 NPC 对话。在结衣的流迹节点，玩家也能选择是否提前清理冲撞岩。甚至如果玩家不接取任何任务，直接攀爬至火山顶，也能并入主线。火山复杂的任务网络促使传统的任务设计思维由限制、解锁向触发、响应转变，既保证了玩家的选择权与自由度，又实现了多路径的并行与汇聚。在独立地图远古圣山，也能看到许多设计上的小心思。我们继续跟随世界任务展开探索。远古圣山分为上下2层，上层整体为线性引导，是由岛屿构成的若干天然独立关卡。核心动线是以后赵的厅堂为起始点，自由前往分流石海和巨火祭焰所2处大型关卡，稳定向你巨星，最终回到天轴升降井。大体上是线性引导流程。通过分流石海后，玩家可能被多个兴趣点吸引，形成分支路径，最终以各种形式共同汇入主路，避免玩家因自由探索而偏离核心动线。如在顶部微型解谜完成后，密园龙象映照而来，可直接乘至巨火祭焰所。通过巨火祭焰所后，玩家可选择前往目标点或继续探索附加区域，即色彩差异相对强烈的东侧岛屿。附加区域作为侧任务的存在，最终同样汇入目标点。玩家修复密园龙象后，可乘至天轴处，这一点与火山地表部分的黄色图例非常类似。多个分支汇聚路径实现了开放探索与线性目标的动态平衡。玩家在自由探索兴趣点与附加区域时，仍无形之间被核心动线牵引。顺带一提，分流石海东侧的一处宝箱很有意思，它处在一个有密园机兵看守的防盗激光阵中，玩家可以化身碟中谍特工，避开激光巧夺宝箱，也可以和怪物硬碰硬。看来差分设计在方方面面都有体现。乘天轴来到远古圣山的龙居地，下层整体为非线性引导，是由遗迹墙壁分隔开的相对完整的空间。起始点大致位于中心位置，玩家可利用中央区域作为认知锚点，接取任务提示，重新规划路径，并自由选择前往4处任务点进行探索。同样的，具有强烈色彩差异的附加区域以及零散兴趣点依旧附着于任务动线网，形成闭环。自由度是一把双刃剑，追求自由度，难点就是如何用大量的差分去接住玩家的好奇心。社区中对于限制的讨论有很多是关于沙漠地区的全能等级，对于很多玩家而言，这样的限制可能会打断沉浸感，但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玩家又可能毫无头绪地闯入核心区域。可以说，自由度和讲剧情就是一对矛盾体，如何在完全放飞与绝对线性之间找到平衡，是开放世界设计者需要持续探讨的课题。不过，通过对这几块区域的关卡拆解，我们已经见到了原神地图设计的核心理念，即不设限的自由与不失控的引导。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通过对生态、交互、流程3个层面的拆解，各位能清晰感知到原神地图设计的迭代轨迹。或许初次踏入纳塔时，我们还对原神地图设计水平是否进化抱有疑问，但后续的奥奇卡纳塔和近期的图兰大火山已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原神不再只是单纯的堆砌区域数量，而是用精细的地图细节编织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每一段故事都在呼唤着我们回归那份真挚而热诚的探索初衷。对于图研所来说，我们也希望每期视频都能给各位带来全新的分析视角，激发更多的思考与共鸣。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讨论。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